在遇见顾魏之前，林之孝的生活充满单调，每天穿过熟悉校园，坐在练习室拨弄着琴弦，憧憬着不可预知的未来。而临近1年毕业期，便是他实现梦想的最后冲刺。父亲林建国身为一名教学经验丰富的老师，却在女儿的教育上吃了瘪。正因他过于严厉、古板乃至专横，也时常与林之孝产生冲突和矛盾，最终激起林之孝的逆反心理。填写志愿那天，林之孝义无反顾的报考音乐专业，主修大提琴，偶尔会参加乐团的各个活动。倘若在之后的日子里没有出现意外，他应该能傍着一技之长，即便不能得到长辈的理解，至少也不会受制于父亲的独断专权。可惜没有任何人能够预测下一秒，也不知道该有何种遭遇。当华清大学的春季汇报演出落下帷幕，林之孝迟迟未见父母出现，不由感到一阵失落，但又很快打起精神。好友通知林之孝晚上聚餐，约定双方在酒吧见面。恰巧顾魏也接到堂弟顾潇的电话，而此时他刚查房回来，年纪轻轻就成为消化病学中心的主刀医生，绝对算是华清医院为数不多的青年才俊。许多患者为此介绍自家的女儿给他认识，可是大家都知道肠胃科医生高希才是顾魏的良配，多年同学兼同事，副院长女儿的青睐，想必任何男人都难以拒绝。平日里的顾魏是个不苟言笑、能力出众又心思细腻的人，奈何之前发生一起意外医疗事故，使他留下不可磨灭的阴影，最终决定放弃临床，申请调派到其他科室。高希得知此事，立马提出反对，他非常在意顾魏的理想，不希望顾魏将来后悔。顾魏被堂弟顾潇拉到酒吧消遣，身处嘈杂的环境尚能保持洁身自好，滴酒不沾的坐在旁边，对于酒吧里的年轻女孩毫无兴趣，甚至用医生的视角来打量每个人，有理有据的分析着他们的身体状况。反观顾潇是个富二代，大都市酒吧是他常去的地方，本以为能借此让顾魏开窍，好好享受下年轻人的狂欢，奈何依然无法改变他的医生就诊作风，只觉得非常扫兴，干脆丢下他独自去吧台撩妹。林之孝在酒吧门口遇见多年未见的同学萧山，而如今萧山从国外留学回来，自然是迫不及待的联系林之孝，这对好闺蜜高呼着不醉不归。与此同时，林建国因女儿半夜不回家，于是翻看了朋友圈，发现她竟去了酒吧那种污秽之地。由于林建国的思想非常保守，所以看到朋友圈的照片后，起身穿上外套就出了门，一路兜兜转转来到酒吧，非常不适应里面的环境。林之孝在萧山的搀扶下，晃晃悠悠往外走，还没出门口，冷不丁发现不远处东张西望的父亲，萧山吓得转身就跑，林之孝也因此酒醒了大半，情急之下坐在顾魏面前，背对着林建国。顾魏以为林之孝是顾潇的朋友，没有太过在意，表示顾潇刚出去没多久，自顾自的收拾东西准备买单。怎知林之孝看到父亲往这边走，于是又冲到顾魏身边，急忙拿起他的风衣披在身上，妄图掩盖自己。顾魏觉得林之孝莫名其妙，本能的要抢回风衣，结果两人拉扯之间，一同倒向了沙发，彻彻底底引起林建国的注意。听着林建国喊着自己的名字，林之孝硬着头皮站起来，甚至产生了报复心理，故意宣布自己和顾魏是男女朋友。林建国信以为真，大骂林之孝结交不三不四的人。旁边的顾魏实在听不下去，立马澄清两人的关系。当天夜里，林之孝跟着父亲回了家，一再强调自己对考研当老师毫无兴趣，最大的梦想是成为大提琴手，能够在音乐行业发展。然而林建国根本不认同林之孝，责骂他每天游手好闲，一事无成，完全看不到女儿的努力。原本顾潇要送堂哥，怎知竟被萧山吸引了目光，于是重色轻友的丢下顾魏，主动去吧台跟他攀谈，成功拿到对方的联系方式。顾魏独自回到宿舍，全然忘了今晚的不快，看着夹在书里的申请表，心情格外沉重。第二天早上，林之孝发现父亲的体检单，又因老妈遮遮掩掩的态度，于是跟踪他来到华清医院，并且用手机拍下林建国的病历。顾魏看到这一幕，上前将他抓住，正要打电话给保卫科，林之孝情急之下凑近顾魏，趁他分神时溜走。以目前的检查报告，基本可以确定为胃溃疡，
可是顾魏反复检查了片子，总觉得不妙，随后打电话给林母表明身份，认为林建国的胃病极有可能会转为癌症，应该先入院观察，再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治疗。林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，赶紧回房收拾生活用品以及换洗衣服。母女俩联系好出租车要陪林建国去医院，没想到林建国半路不告而别，未能哄骗父亲来医院，林之孝配合老妈演了一出戏，谎称自己急性阑尾炎要做手术。起初林建国没有相信，可过一会有些不放心，急急忙忙的前往医院。趁着林母去前台登记办理住院手续，林之孝继续扮演着病人的角色，拽着林建国不肯撒手。正好顾魏路过病房，一眼认出了这对父女，毫不留情面的拆穿林之孝装病。而林建国和林之孝看到顾魏摘下口罩，不约而同的惊呼。原本互不认识的两个人，自从上次在酒吧初遇，这便逐渐有了交集。也正因第一印象非常不好，导致林之孝无法信任顾魏，坚称高希才是父亲的主治医生。尽管顾魏一再解释自己与高希是同事关系，有权利了解林建国的病情，可依然没能说服对方。此时高希从门外进来，一如既往的出言维护顾魏，等到林家人离开后，这才提醒顾魏不应该擅自干涉别人的诊断结果。或许顾魏是出于好心，可患者最难以接受现实，甚至还会发生医闹事件。若找来媒体记者，必然会影响到医院，包括医生名誉扫地。只不过顾魏是根据患者情况考虑，没有想得太复杂。他安慰高希不要激动，毕竟林建国本身有严重胃溃疡，也需得入院观察治疗。至于高希争取挽留顾魏的事情，依旧毫无效果。顾魏早已决定转科，任何人劝说都没用。相较于林家父女俩的强硬态度，林母比较倾向顾魏的观点，坐在楼梯间唉声叹气，表示自己为家里操心太多，实则是拐弯抹角逼着林建国做复查。林建国见不得老婆哭哭啼啼，赶紧拿过病号符，承诺会好好配合治疗。林之孝见状也在旁边附和。主任临时召开医生会议，点名让各个诊室医生讲下患者情况，而轮到严医生时，他又让顾魏发表看法。顾魏反驳了严医生的诊治方案，给出了相应的合理建议，也因此得到主任的赞赏。随后结束会议便离开。林之孝过来找顾魏了解父亲的病情，恰巧在门口听到严医生的冷嘲热讽，话里透露着顾魏是靠裙带关系上位，副院长认定的准女婿，更让人对其能力产生质疑。与此同时，顾潇捧着鲜花与萧山约会，怎知萧山接了电话就走，故作神秘的样子令他心痒难耐。正因林之孝知道顾魏的秘密后，心里又多了一层偏见，更加认定顾魏是个道貌岸然的医生，嘴上关心病患，其实利益熏心。顾魏并不在意林之孝的看法，对于这种妄议习以为常，转头拿着申请书去找副院长。高副院长觉得顾魏是个外科人才，相信凉州在天有灵也不希望他冲动转科，所以暂且保留申请书，倘若下次还如此坚持，届时再交给行政处也不晚。由于转科并未获得批准，顾魏心烦意乱，独自回到办公室，看着恩师凉州送给自己的笔记，越发觉得不是滋味。当顾魏拿出手术器械包，脑海里突然响起许多奇怪的声音，双手不受控制颤抖。即便是过了这么久，顾魏依然无法克服自己的心结，同样也不敢面对师母，只能躲在角落里默默注视。殊不知，师母早已看在眼里。林建国架不住妻子的软磨硬泡，最终还是住进了医院。关于主治医生的人选方面，林之孝犹豫不决，晚上在天台打电话给萧山，想让他帮忙找个可靠的消化病学专家。萧山成了好闺蜜的托付，自打包票会让她满意。而旁边的顾潇听到谈话内容，立马透露自己正好认识个医生，愿意介绍给他们。到了夜里陪护，林之孝先让母亲回家休息，由他来照顾父亲。直到探视时间已过，杜医生发现林之孝还守在病房外面，于是好心的让他去了医生休息室。后半夜，顾魏来休息室换衣服，好巧不巧与林之孝闹了个乌龙。由于了解他的为人，也没有过多指责，索性让他继续待在休息室，自己则去办公椅对付一宿。隔天早上，林之孝发现书桌旁多了一张字条，旁边放着冰袋以及比较通俗易懂的医学书籍，误以为是杜医生留给他，
主动去道了谢，反倒让杜医生满头雾水。顾魏接到堂弟顾潇的电话，本来是不想答应，可他得知对方委托人是林建国的女儿，便勉强同意和他去见一面。林之孝和萧山率先来到约定的咖啡厅，趁着顾潇出去接人，两人八卦起顾医生的事情。毕竟在林之孝的眼里，顾魏完全就是个靠关系的小白脸。怎知林之孝的这番话又被顾魏听了去，萧山觉得无比尴尬，起身将顾潇拉到旁边训斥，而顾潇也是两头为难，既得罪了堂哥，又遭萧山埋怨，有苦只能往肚子里咽。反观顾魏冷静坐下来与林之孝交谈，不明白他为何对自己有很深的偏见，仅凭道听途说了一些谣言，轻易认定一个职业医生不可靠。顾魏借用花剌子模信使的故事，阐述了一个道理，希望林之孝不要像君王那般武断。其实林建国身体是好是坏，作为家属的他应该会更清楚。林之孝回到医院，得知隔壁床的球球病情不容乐观，需要立马采取手术，奈何家里经济条件有限，所以家长不得已决定出院。考虑到近来几天的朝夕相处，林之孝对球球也有些感情，跟爸妈提议捐钱。杜医生来病房，将一张银行卡交给球球母亲，里面是顾魏个人工资以及募捐的善款，也算是转达了他的关心，凑足费用可以继续手术。林之孝觉得不可思议，毕竟在他的认知里，顾魏平时为人冷漠，不苟言笑且自私自利。杜医生闻言立马替顾魏说好话。走廊突然传来一阵嘈杂声，林之孝循声望去，发现顾魏带着许多医生护士冲进隔壁病房，有条不紊的指挥着场面，彻底颠覆了以往对他的印象。由于事出紧急，顾魏再次被推上手术台负责主刀，尽管过程非常顺利，可顾魏离开手术室仍是心有余悸，无法遏制的发抖。林建国已经出现了咳血的症状，同样林之孝也明显感觉到不对劲，但他又很了解父亲的性格，所以再三考虑，还是决定尝试劝说父亲复查。奈何林建国坚称自己没问题，实则是不愿面对真相，甚至为此大发雷霆，愣是将女儿吼出去。此时顾魏路过病房，恰巧看到林之孝哭着从房间里出来，林建国独自去前台跟护士索要纸笔，非得要求出院。顾魏见状上前提醒林建国多为家人考虑，若是他今日一走了之，以后出现任何不测，想必妻女定会遗憾终生。而顾魏的话让林建国恍然大悟，握着笔的手顿了顿，顾魏知道起了作用，于是转身离开。反观林母回到病房，发现林建国居然自愿做检查，这是他和女儿求之不得的事情。起初林之孝觉得疑惑，可看到顾魏站在不远处，便知与他有关。随着更为详细的复查报告出来，完全可以确定林建国患有胃癌，幸好发现及时，尚有挽救措施。林之孝和母亲心情沉重，两人为此对林建国有所隐瞒，只公开是严重胃溃疡，叮嘱他要在医院好好休养。林母在床铺下面发现了一整盒香烟，气得他大骂林建国。林之孝看在眼里，同样是感到心疼，泪流满面的出了门。球球眼看着林之孝去了天台，因为不知该如何安慰，于是找个理由将顾魏引过去。作为医生的顾魏只能以所学专业知识来进行补充，表明林建国的康复几率很大，也就是所谓的早检查出来早治疗。林之孝明白顾魏的意思，尽可能的控制着悲痛情绪。顾魏与他尚且算不得朋友关系，不便于过言，索性递过一只耳麦给对方，想要通过音乐让他心情放松。林之孝本就是音乐系的学生，尤其是对于大提琴曲更是非常熟悉，立马听出勃拉姆斯的双协奏曲，他不仅知道曲名，还知道米沙麦斯基的故事。这个传奇的音乐家生逢战时，经历跌宕坎坷，纵然如此也从不放弃音乐的梦想，所以也是鼓励林之孝坚持下去的精神导师。负责给林父做手术的严医生，在高希介绍完身份后，亲自为林家母女阐述医疗方案。根据林建国目前的情况，决定采取根治性全胃切除，意味着要将患者的胃全部切掉。林母无法接受这个事实，而林之孝则建议严医生使用顾魏的手术方案，或许还能保留部分。可严医生直截了当的拒绝，自认为有一套从医理念，对于患者而言，杜绝所有可能的术后复发风险。林之孝等严医生离开后，
主动向高希申请由顾医生主刀手术，高希欣然同意，正好借着这次事件留住顾魏。为了能够拿出诚意打动顾魏，林母自掏腰包委托女儿去买礼物。当天下午，林之孝拎着大包小卷的礼品，非常殷勤的向顾魏嘘寒问暖，提醒他工作太过于劳累，应该多吃些水果补品滋养。顾魏完全没有理会，依然埋头忙着自己的工作，但依然没有浇灭林之孝的热情，甚至向他推荐许多生发的补品，认为养发需趁早，切莫等以后发际线脱移变成地中海。听着林之孝的话，顾魏忍无可忍的回了句不需要，怎知林之孝又拿出一盒补肾的营养品，号称是30岁男人的加油站。听着林之孝在耳边叽叽喳喳，顾魏实在是不胜其烦，一个犀利眼神将他吓跑。高希看到站在门口的林之孝，便知道他的计划失败，于是单独进办公室，表明自己愿陪他去学术领域进修，不自觉地握住顾魏的手，话里透露着爱意。怎料林之孝突然推门而入，一眼瞧见高希对顾魏的情深意切，刚要识趣儿的离开，没想到顾魏立马找借口将他喊住。林之孝非常会看眼色，于是配合的坐在旁边。高希不好再继续逗留，只得先行离开。眼看着高希远去的背影，林之孝极其八卦的分析他和顾魏的关系。顾魏以洗橙子为由支开林之孝，随后拿着林建国报告单去找严医生，希望他能采纳魏远端切除术。原本严医生就对顾魏抱有看法，现在更是不满他抢了自己的风头，声称2种方案都有风险，所以自己的方案更适合林建国。与此同时，林之孝和萧山在医院外见面，愁眉苦脸的提及父亲手术的事情。之前是希望顾魏能做主刀医生，奈何对方死活不肯，而严医生又让他不放心。萧山听完林之孝的遭遇，便主动出谋划策，让他尝试换种方法打动顾魏。所谓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萧山认为钱能摆平一切，包括看似高冷正经的顾魏，必然拜倒在厚厚的红包下。而毫无经验的林之孝最终听取了萧山的建议，来到顾魏办公室门口后，反复练习如何委婉表达自己的诚意。刚巧这一幕被顾魏看在眼里，听到身后传来顾魏的声音，林之孝硬着头皮且脸色难堪的转过头，趁对方分神时拔腿就跑，一溜烟不见了踪影。顾魏看着林之孝神神叨叨的样子，非但没有反感，还忍不住笑了起来。